不好了，不好了！皇后娘娘血崩了！什么？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宫女们霎时哭声一片，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慌乱和恐惧。快赵太医，快赵太医！男人听到稳婆的惊呼之后，像是慌了一样，撞上门直奔内室而去。舒儿，舒儿！入目是大片大片的血迹，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床上躺着一个气息全无的女子，当今天子最爱的皇后娘娘，护国公府嫡长女晏殊，死于难产，一尸两命，享年22岁。她的魂魄离开尸身，飘在床边，心痛地看着她爱了6年的丈夫趴在她的身边，哭得肝肠寸断。凤仪宫里乱成一团，哭声震天，哀戚笼罩。来人，把这些给皇后接生的稳婆和一女人拉出去，统统处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叶荣轩，不要杀人，与他们无关。早已候在外面的御林军蜂拥而入，把稳婆和侍女拖出去，一刀一个，死亡气息笼罩着整座凤仪宫，血腥味弥漫。晏殊看着这血腥一幕，无数次想过去阻止，然而他冲过去才意识到自己现在只是一缕魂魄。他说话没人听得见，他伸手没人看得见，没有人理会他的呵斥，他只能麻木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看着昔日温柔深情的夫君走出寝殿，红着眼吩咐李应下旨昭告天下，皇后崩逝，一尸两命，朕悉哀痛，举国哀悼3月，任何人不得婚嫁享乐。是皇上。凤仪宫外惨死的尸首很快被拖出去处理完，唯留地上血迹斑斑，触目惊心。叶荣轩独自一人走到床边，看着躺在床上动也不动的女子，时间仿佛于此刻静止。晏殊，你终于死了！哈哈哈。晏殊一怔，注视着叶荣轩的眼神一点点冷却下来，视线缓缓落在他那张俊逸出尘的脸上，除了脸色有点苍白，眼眶有点发红之外，哪有一点哀伤的迹象？朕早就想让你死了，容你活到现在，你该感谢朕的仁慈。你这个贱女人！人前尊贵端方的天子，此时像是突然间发了狂，一个又一个耳光疯狂地扇在已经过世的女子脸上。你真以为朕一心爱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要不是看你手里的兵权，要不是需要你大哥的帮助，朕连多看你一眼都嫌晦气。呸！明明是个不受宠的嫡女，凭什么这么强势，处处高人一等？你知不知道，朕早就厌恶了你的高高在上，贱女人！朕恨你6年2000多个日子，朕每天都恨不得你去死。晏殊浑身发冷，一瞬不瞬地盯着眼前这个忽然发疯的男人，像是突然间不认识他。昔日的一腔情深，原来只是虚伪作假，此时这般冷酷疯癫的模样，才是他的真实面目吧。贱女人，朕恨你！朕恨你！你这个贱女人！晏殊从眼前这一幕中彻底抽离出来，无情无绪，无爱无恨，沉默而平静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哈哈哈，真是老天有眼，你终于死了！话音落下，一个女子忽然出现，晏殊目光一过去，发现她手里还牵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晏雪，她怎么会在这里？皇上，我把燕儿带来了，她想见你。你怎么现在过来了？万一被人发现。皇上不用担心，燕凌风被父亲困在家里，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出现在皇上面前。姐姐走了，我来送她一程。晏殊死死盯着眼前这一幕，一双瞳眸里寒冰刺骨，狠厉摄人。此时此刻，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原来他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这几年瞒得可真好。父皇，燕儿想你了。父皇也想你。皇上，这些年委屈了你们母子，如今晏殊死了，朕以后再也不必看他的脸色，没人能干涉朕的后宫。待过些日子，时机成熟，朕就把你们接进宫，给你和燕儿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皇上高兴吗？自然是高兴。顺利拿到令符，稳固了地位，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晏殊已死，有兵权在手，还有父亲帮忙笼络朝臣，皇上再也不用担心地位不稳了。还不能高兴得太早，至少要让以前听命晏殊的那些人相信他是真的死于难产，而不是我们动了手脚，否则还是会有很多麻烦。这对贪婪自私虚伪狠毒的狗男女，原来他一直在骗我，目的只是为了选引令，怪不得这么多年没有身孕，他却一点都不着急，原来他早就有了地位继承人。皇上，我想当贵妃，皇上能答应我吗？当然，贵妃之位非你莫属，雪儿，只是朕没办法给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皇上，此次多亏了吏部、户部2位尚书和长公主府，皇上才能这么快除掉晏殊兄妹，且3位姐姐都已经等了皇上4年，妾身不会贪心。晏殊闭了闭眼，心头无比悲凉。
三位姐姐等了4年，那个口口声声说只爱我一个人的皇帝，实则早在4年前就跟燕雪搞在了一起。还有吏部、户部尚书家的嫡女痴心等待，怪不得他们过了20岁还迟迟不愿婚嫁，原来在等一个入宫的机会。看来我这个让人艳羡的皇后，竟是他们入宫的绊脚石。晏殊望着相携而出的两人，想到方才燕雪说的话，大哥被困在家里，父亲向来薄情寡义，大哥只怕凶多吉少了。晏殊心里担忧，想去家里看看，正要跨出殿门之际，却忽然被一阵劲风卷起，整个人无法克制地卷入一个漩涡之中。不要啊，不要！娘娘，怎么了？娘娘，做噩梦了吗？噩梦？是噩梦吗？娘娘，别担心，噩梦都是反的。以后娘娘就是后宫唯一的主子。半个时辰前，皇上毫不留情地驳回了大臣们选秀的请求，义正言辞地表示后宫只有娘娘一人，绝不会纳其他女子入后宫。有大臣请求选秀？是啊，那些大人是迫不及待地想把女儿送进宫呢。不过娘娘不必担心，林公公说皇上已经回绝了他们，让娘娘千万别放在心上。晏殊没说话，闭眼靠在榻上，回想着方才那真实而可怕的梦境。真的是梦，还是我重新活了过来？大臣们请求充盈后宫，皇帝义正言辞地拒绝，并直言此生只爱我一人。好熟悉的话语，这不是他在封后大典上对着文武百官说的话吗？我这是回到了4年前了。这个时候他还是个无权无势的皇帝，他要笼络大臣，稳定朝堂，必须依靠我。御林军统领是我大哥燕凌风，镇守边关的是我舅舅，当朝丞相是我外祖父，我手里还握着皇族最神秘的玄隐殿谕令，这是先皇留给我的护身符。选秀一事不必放在心上，不，这一事我偏要放在心上。去告诉林英，就说本宫贤惠大度，要为皇上广纳后宫，开枝散叶。娘娘，您说什么？不必问太多，照做。奴婢这就去。负我者千刀万剐，万箭穿心。叶荣轩，你准备好了吗？容隐。一道黑衣身影悄无声息出现，单膝跪地，头垂得极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护国公府以及平阳长公主府，我要他们所有的罪证。是。舒儿，发生了什么事？你别生气，选秀的建议是大臣们提的，朕没答应。真的，你相信朕？朕真的没答应他们。晏殊一巴掌甩到他的脸上，打得他脸一偏，空气僵滞片刻，殿内一瞬间静得死寂。叶荣轩僵了僵，缓缓转回头看向晏殊。皇上紧张什么？我又没说不信你。舒儿，此事真的不怪朕，都是那群老顽固，非说什么子嗣传承不容疏忽。朕应该为皇族开枝散叶，尽早充盈后宫才是大事，朕都要被他们烦死了。紧张吗？的确该紧张。刚刚登基，他的地位还岌岌可危，随时可能会被其他兄弟取而代之。想到这里，晏殊闭了闭眼，手里握着这么多筹码，前世我到底是有多蠢，才会被这个阴险狡诈的东西算计得一尸两命。果然帝王薄情寡义，忠臣可诛，嫡妻可杀，过河拆桥从不手软。我死后，他一定不会放过外祖父和大哥吧？毕竟他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能算计，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舒儿，你到底怎么了？看起来不太高兴似的。皇上爱我吗？朕最爱舒儿，这还需要问吗？那皇上是否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当然，舒儿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晏殊抬手，又一个巴掌扇到他的脸上。我的祖宗啊，您在干什么？方才那一巴掌是因为选秀，那现在这巴掌又是因为什么？为什么？10万个为什么嘛！舒儿，既然皇上爱我，那本宫今天心情不好，不介意我有一点小脾气吧？哦，为何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封后大典太累，皇上给我捏捏腿可以吗？当然。跪着捏。什么？舒儿，你到底怎么了？皇上不是说爱我吗？就算皇上爱您，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的人折损他的尊严啊！万一皇上记恨怎么办？娘娘，皇上今天也很累，大典结束之后，皇上还要应付朝臣。所以在皇上心里，我并不重要。怎么会呢？皇上似乎有点虚伪呢。大臣们的话不用放在心上，朕的心里只有舒儿一人，永远都是。还真是能屈能伸。皇上，
如果我要你的皇位，你会给我吗？空气静止，殿内温度骤降。贴身总管林英的脸色苍白如纸，叶荣轩表情僵硬而难看，捏腿的动作不由一顿，笑意显得格外勉强。舒儿，我说，如果我要你的皇位，你给还是不给？我要你的皇位，你给不给？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给你。皇位算什么？哼，既然如此，那就记着自己说过的话，别到时候歇斯底里的发疯。你今日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确实有点累。唉，7年10人不亲，最终落得惨死，怎么能不累？今天是我成为皇后的第一天，我想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喜悦之情。叶荣轩表情一顿，护国公有嫡长子燕凌风，嫡长女燕舒，他们的母亲是护国公原配正妻南静，当年也曾是先皇爱过的女子，只是南静性情刚烈，不愿与人共侍一夫，最终选择了征战沙场的护国公，以为他通晓大义，不会朝三暮四，哪曾想最终依旧没逃过被背叛的结果。拥有一双儿女的南静，在平妻云氏进府之后，跟护国公关系一天天恶化，3年之后过世。南静过世之后，云氏顺理成章成为当家主母，夫妇俩对燕舒这个嫡长女并不好，燕舒也是他们如仇敌。燕舒9岁那年，在先皇建议下，被大将军舅舅带去边关，立了几次功，平过一次内乱。归来之后，先帝封他为安国郡主，有自己的封地，比朝中几位公主风头都盛，但也因此更加让云氏嫉恨。所以此时这句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喜悦之情，便难免有了几分炫耀和讽刺的意味。你要出宫？不，让妹妹进宫一趟吧。眼下天色已黑，不如等到明日。就今晚，半个时辰之后，我要见到她。好，朕这就下旨。不用麻烦皇上，本宫一道懿旨，还怕召不来她？有劳公公跑一趟了。老奴这就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的一切都不正常。明明早上他还温柔体贴，眼里尽是对封后大典的欢喜，可到了晚上却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到底怎么了？扇我耳光，命我下跪，根本不是他一贯的作风。难道他真以为自己做了皇后就能天下无敌，可以把一国之君踩在脚下？皇上生气了？怎么会？皇上早些回宫休息吧。今晚也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你让我去哪儿？今晚我要与妹妹彻夜长谈，皇上留在这里不合适。他心里肯定有事。3天之后，我负责给皇上选秀，皇上喜欢什么样的女子，不妨与我说一说。我喜欢舒儿这样的。舒儿能找到和你一模一样的女子吗？皇上最擅长说甜言蜜语，可我总怀疑过度的温柔甜蜜之下，会不会包裹着见血封喉的毒药？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没有，只是我以一尸两命为代价，才发现你的真面目而已。你是最聪明的，自然知道我的温柔是真是假，一定是别有用心之人试图离间我们的关系。朕若查出是谁，让妹妹进宫吧。户部尚书家的嫡女也不错，性子温婉，才情过人。那她入宫可以更快地收服户部尚书，让她为皇上所用。看什么？你如今地位不稳，不抓紧时间拉拢大臣，等着被人夺走皇位吗？你还是这般脾气，每每让朕对你又爱又无奈。只是吏部和户部朕可以理解，护国公府不是已经有了你吗？为什么还要让燕雪进宫？因为我们姐妹情深，我有的，她也必须得有。我信你个鬼！天色将黑之际，皇后一直抵达护国公府。皇后召见，这么晚了，她召雪儿进宫干什么？封后大典持续了几乎1整天，好不容易结束，她不累吗？国公大人，二姑娘，快些准备，可别让皇后娘娘久等了。皇后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回国公爷，皇后娘娘眼下尚未休息。她召雪儿进宫做什么？国公大人恕罪，奴才也不知皇后娘娘的用意。皇上在不在凤仪宫？在呢。走吧，我早点回来，爹娘不用担心。晏殊那个小搭档，这个时辰召燕雪进宫是什么意思？封后大典第一天，且还是他跟皇上的新婚之夜，他不该待在凤仪宫里好好享受他的洞房花烛，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没事，刚才你也听到了，皇上也在，他翻不起什么浪花来。晏殊一直以来就是我们母女为仇敌，今晚为什么突然召我进宫，想借着皇后的身份报复我？哼，我肚子里已经有了皇上的种，皇上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晏殊，你还真以为皇上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等到你失去利用价值的那一天，就是你的死期。奉皇后娘娘之命，在此等候燕二姑娘。麻烦嬷嬷了，
今日是姐姐封后大典，作为妹妹，我很高兴。姐姐今天应该也很高兴吧？进了皇宫不能再称姐姐，要叫皇后娘娘。好，多谢严嬷嬷提醒。皇后娘娘心情如何？不是我等奴才可以随意揣测的。稍后进了凤仪宫，燕二姑娘定要记得自己是臣女的身份，该怎么行礼就怎么行礼，万不可仗着姐妹关系乱了规矩。燕雪笑意发僵，眼神一点点冷了下来。晏殊那个大大，召我进宫就是给我下马威。好，我记下了。皇上，皇后娘娘，燕二姑娘来了。皇上还没走。燕雪精神一振，连忙抬头看去，下一刻，燕雪表情蓦地僵在脸上，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跪在地上给他捏腿。姐姐，皇上乃是一国之君，您怎么能让皇上？燕二姑娘，见着皇上和皇后娘娘应该行礼，方才在路上，老奴不是已经教了你？妹妹燕雪，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姐姐。燕二姑娘，臣女燕雪，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起来吧。燕雪，本宫有意让你进宫伺候皇上，你应该没意见吧？进宫，这是皇上的意思吗？非得皇上让你进宫，你才愿意？妹妹不敢，妹妹只是不敢跟皇后姐姐争宠。你想多了，本宫不怕你争，你能争得走的，一定是本宫不稀罕的。此言一出，叶荣轩和燕雪脸色齐齐一变，大抵是做贼心虚，两人面上不约而同地划过慌乱，开始思索着晏殊话里的意思。这句话是单纯的下马威，还是意有所指？舒儿，朕觉得选秀之事不着急，容朕考虑一下如何？不用考虑，我还能害他不成？姐姐的意思是让我入宫为妃。想得美，刚入宫时封你个昭仪做就不错了，待有了身孕才能晋升。有了身孕，他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个话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不可能啊，这件事只有我跟燕雪知道，连护国公夫妇都不知道。有姐姐在，除非你能得到皇上宠爱，才有可能破格晋升。皇上觉得燕雪有机会晋升为妃吗？这个问题问得刁钻，若回答没机会，等到燕雪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该如何解释？若说有机会，岂不是直接打脸我痴情人设？舒儿，朕实在看不懂你。是吗？明明我们之前互相承诺过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怎么突然间如此坚决地想让朕冲进后宫？此一时彼一时，一国之君不能只顾儿女私情，冲进后宫也是为了替皇上稳固朝堂势力，更快地掌握大权在手。况且皇上需要开枝散叶。叶荣轩盯着他平静的脸，总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真心。天色不早了，皇上先回去吧，我跟妹妹说说知心话。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舒儿，难道你要让姐妹情深破坏我们的夫妻之情？这个问题方才我们已讨论过，皇上没必要再多说什么。叶荣轩心里无法克制地生出怒气，面上表情也明显难看了一些。然而对上晏殊清冷凉薄的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眸子，心头蓦然一凛，一刹那只剩下了心虚。他担心多说多错，在晏殊面前暴露了什么，只得装作不关心燕雪的样子。那你们好好聊，朕先去御书房处理奏折。叶荣轩周经过燕雪身边时，极快地给了他一个眼神，随即举步离去。按照宫里的规矩，娘娘没叫你起身，你不得擅自起身，就算跪得双腿断掉，也得老老实实跪着。是。跪你妹，你个老不死！以前他处处为皇上着想，为何今晚不但让皇上跪着，连起身恭送都不愿意？到底是什么让他跋扈的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就算要给我下马威，也不必折辱皇上吧。凤仪宫安静的落针可闻，姐妹二人一坐一跪，身份尊卑的差距让燕雪心里极恨难耐。不过她很快拂去这种不甘的情绪，下意识地轻抚着自己的小腹。皇后又如何？不过是皇上利用的棋子罢了。哼，等你失去了利用价值，真以为还能继续做皇后？严嬷嬷，燕雪即将入宫做秀女，你今晚负责教她规矩。是。什么？大姐？严嬷嬷走过去，抬手就是一个耳光。燕二姑娘，在这凤仪宫里，只有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没有你的大姐，请你现在正式跟皇后娘娘行礼。大姐，我是你的妹妹，你不能。你这个贱奴！严嬷嬷一脚踹在他的膝窝，双膝像是断裂似的痛苦让他脸色刷白。燕雪，既然要入宫，规矩肯定得学。从现在开始，你只能把自己当作新入宫的秀女，
而不是本宫的妹妹。这句平静无情的话缓缓钻入燕雪耳膜，让她如坠冰窖。就是故意整我，公报私仇。燕雪心里生出怨恨，然而不知突然想到了什么，她忽然捂着肚子，心里划过恐慌。我的孩子千万不能有事，大姐就不担心父亲生气吗？你刚坐上后位，根基未稳，还需要靠着父亲的支持才能坐稳这个位置。若父亲知道我们姐妹不和，一定不会高兴。妹妹真是不懂规矩，到了这宫里，生死以由不得你，搬出谁都无济于事。轻质，本宫要沐浴。是，浴池里花瓣都放好了吗？皇后娘娘要沐浴，把衣裳、浴香、毛巾都准备好。是。宫女们齐齐应下，跟随皇后娘娘而去，独留燕雪一个人孤零零跪在冰冷的宫砖地面上，继续接受严嬷嬷的教导。请燕姑娘脊背挺直，跪正，宫里的规矩丝毫不容疏忽。燕二姑娘今晚先学跪姿，什么时候合格了，什么时候起来。哼，你只是宫里的一个嬷嬷，说到底不就是个奴才吗？你知道这样对我会有什么下场吗？威胁我吗？严嬷嬷抬手就是一巴掌，燕雪猝不及防摔倒在地，一缕鲜血从额角缓缓渗出台下，触目惊心。燕二姑娘今晚若想多受皮肉之痛，就继续负隅顽抗。我也很想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燕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不敢再尝试触怒严嬷嬷。宫里的嬷嬷都是魔鬼，若继续激怒她，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保不住。为后3载未有身孕，满朝文武跪求皇上充盈后宫，每天给他施压说帝王不可无嗣。然而他一次次顶住压力，驳回了选秀的请求。原以为他是真的做到了一诺千金，可当我有了身孕，满心欢喜地与他分享这个好消息时，他却在心里计划着我的死期。皇后难产而死，多完美的死法，毫无破绽，不会惹人怀疑。毕竟女子生产本就是一道鬼门关，皇后妃嫔也好，平民百姓也罢，谁都要经历这一遭。当我在殿内承受生死之痛时，她却满心焦灼地站在殿外，期待着一尸两命的结果。晏殊肺腑里恨意如针扎，嘴角掠过一抹掺杂了悲凉和讽刺的冷笑。温柔体贴的皇帝，在我死后还不甘心，愤怒而疯狂地发泄着他的怒火，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我到底做了多少人神共愤的事情，值得他如此怨恨？既然如此，这一世别怪我心狠手辣，想大权独揽，想三宫六院成全他。至于独揽大权，痴心妄想。亲至，娘娘，奴婢在呢。传令下去，3日之后给皇上选秀，京中贵女，朝中6品以上官员家中适龄的女儿，全部进宫参加选秀。娘娘要秀女们的画像吗？不用，选秀流程一切从简，本宫亲自挑选，半年之后再从天下各地挑选秀女入宫，务必让皇上体会三宫六院72妃的快乐。娘娘是觉得皇上靠不住了吗？选那么多女子进宫，娘娘以后又该如何自处？没事，把那万人追逐的权力握在手里，还怕这天下谁人不从？传御林军统领。是。卑职燕凌风参见皇后娘娘。大哥不必多礼，我今晚安排嬷嬷教燕雪规矩，为她进宫选秀做准备。凤仪宫外守的严一些，不许闲杂人等靠近，我今晚任何人都不见。臣谨遵娘娘懿旨。注意看，这个什么背景都没有的人，居然成为了皇帝，只因当朝丞相是先帝安排的辅政大臣，大权在握，门生遍布朝堂中枢，所有的朝政大事都不需要他这天子过问，丞相就处理得井井有条，就算他想插手都做不到。而他却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丞相最疼的外孙女是当朝皇后，丞相会尽心尽力辅佐他这个新帝。可今晚他却突然生出了一种惶然的情绪，皇后的态度跟以前判若两人，让他有种脱离掌控的不安感。林英，奴才在。燕雪离开凤仪宫了吗？听说还没有。封后第一天就针对自己的妹妹，这不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你去看看情况。是。叶荣轩沉默望着案上奏折，许多奏请选秀的折子，大臣们都希望他在封后大典之后，借着这个喧闹的劲头充盈后宫。他的脾气跟他母亲一样刚烈，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在根基未稳之前，我不能惹他不快，更不能答应大臣们的请求。只要他相信我的真心，就会全心全意为我稳固江山。待我拿到御林军统御之权和玄隐殿御令，就不必再顾忌什么。可今日不知怎么回事，他的反应实在让人焦虑。他轻抚着自己的脸，眼神阴沉晦暗。
他以前从未对我动过手，为什么今日封后大典反而表现得这般骄横？是想提醒我，这个皇位是他帮我得到的，还是因为大臣力荐选秀一事而生气？或许是因为他知道了我跟燕雪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该怎么办？都已经坐上了皇后之位，还想要什么？贤惠大度一点不好吗？皇上，燕二姑娘还在凤仪宫，她今晚真的要留下来？皇后娘娘命人教规矩呢。哦，教规矩？教什么规矩？凤仪宫的嬷嬷说，燕二姑娘是内定的秀女人选，必须先学几天规矩才有资格侍寝。皇后娘娘今儿个不知是怎么了，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内定的秀女人选，她真的心意已决。倘若如此，燕雪有孕这件事岂不是很快就要暴露？不行，朕去看看。然而当叶荣轩抵达凤仪宫，宫门已然落锁。开门！皇上，皇后娘娘已经睡下了。开门！朕是皇帝，你们敢抗旨？宫人低头跪着，却没有任何反应。叶荣轩脸色一点点铁青，死死攥着手，表情很快从铁青转为僵白。皇上，要不先回去吧，娘娘可能是累了。燕凌风何在？卑职燕凌风参见皇上。燕凌风年仅22岁，却是掌管着整个皇族御林军的正统领。先皇曾夸他少年英才，予以厚望，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让他上战场，而是17岁那年就给了他御林军统领的职务。他曾随侍先帝身侧4年有余，深得器重。如今整个御林军都在他控制之下。想到这里，叶荣轩很快掩去眼底怒意，表情转为温和。凌风，卑职在。淑儿今晚不知为何心情不太好，朕猜测她可能是因为太累了。毕竟封后大典确实繁杂累人，可今晚也是朕和淑儿的新婚之夜，她把朕关在凤仪宫外，是不是不太妥当？皇上和皇后娘娘的事情，卑职无权干涉。不是让你干涉，你替朕叩个门，说几句好话就行。你们兄妹感情一向不错。卑职也无能为力。方才皇后娘娘命人传旨，今晚不许任何人打扰她休息，否则一律按抗旨之罪处置。抗旨之罪？朕并未下旨，哪来的抗旨之罪？皇上一直也是旨。此时此刻，他心里竟无端生出一个想法：在这些御林军的心里，究竟是圣旨的分量大，还是懿旨的分量大？你说的没错，可朕是他的夫君，哪有新婚之夜把夫君关在门外的道理？皇上和皇后娘娘夫妻之间的事，臣无权干涉，还望皇上恕罪。我尼玛！叶荣轩攥紧手，不发一语地注视着他，眼神一点点冷下来，恨不得即刻让人把他拉下去杖杀。然而他却比谁都清楚，现在还不是时候。深吸一口气，转头盯着眼前紧闭的宫门。既然皇后已经休息，那就回去吧。对，打道回府。回到御前宫，叶荣轩阴沉着脸，哗啦啦挥手扫落玉案上所有的奏折和砚台笔墨。一阵巨大的声响之后，殿内归于安静。燕雪在凤仪宫跪了一夜，这一夜对她来说漫长而煎熬，简直像是身在炼狱。顾忌着肚子里的孩子，也意识到了严嬷嬷的狠辣，燕雪不敢跟她硬碰硬。在吃了几次教训之后，只能乖乖跪着。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她早已精疲力竭。回去好好准备，2日之后，选秀的旨意会送到护国公府。若我抗旨不遵又如何？要不要听命进宫做秀女？我得需要回家问问父亲和母亲。臣女告退，多谢皇后娘娘一夜教导，多谢嬷嬷费心提点。看到外面这片天，燕雪觉得自己像是从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刚放出来一样，这种重获自由的希望让人想哭，心里的恨意也渐渐死灰复燃，越来越强烈。哼，燕叔，你真以为成了皇后，想整治谁就整治谁？等知道皇上根本不是真心爱你，看你还如何嚣张！燕凌风，是你的软肋吧？你敢这样对我，我让父亲加倍还在你大哥身上，看谁熬得过谁。燕叔那个哒心狠手辣，还不知道怎么对付燕雪呢。宫里有皇上在，怕什么？稍后入了宫，你好好打天下。国公大人，夫人，二小姐回来了。云氏听到这句话，匆匆往外走去，踏出大门，就见女儿虚弱的被丫鬟扶着。燕雪见到母亲，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一般。雪儿，这是怎么了？怎么现在才回来？母亲，是不是那个哒欺负你了？有话就说，哭什么？他欺负你了？姐姐说要叫我跪举。哼，那个哒的，我就知道。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燕凌风策马飞奔而来。燕叔是中宫皇后，身份尊贵，护国公府是臣子，在他面前的谨守尊卑身份，私底下编排皇后，
会被治以大不敬之罪。切，那个小哒哒仗着身份欺负燕雪，辱骂皇后更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夫人是想被处以极刑吗？你方四怎么跟你母亲说话？我只有一位母亲，已经故去多年。滚去祠堂跪着！哼，燕凌风，真以为这个家你能做主，想护着那个浑身一股的搭档，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只要护国公还活着，你敢不顺他，就会被冠以不孝之名。御林军统领的职务早晚不保，到那时只怕他是皇后都护不住你。先回去休息，我去上朝，其他事情等我回来再说。云氏自然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燕凌风进了祠堂自然是罚跪，等他回来再说，就意味着罚跪要持续到他下朝。燕凌风不敢逃避家法，毕竟忤逆父亲可是大罪。老爷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雪儿。母亲，晏殊想让我进宫做秀女，我该怎么办？秀女？他不是一直想让皇上空着后宫吗？怎么突然改变主意？我也不知道。昨晚他让嬷嬷教我规矩，说是为了以后进宫做准备。那个嬷嬷严厉得很，昨晚硬生生让我在凤仪宫跪了一夜。母亲，我的腿快要断掉了。那个小哒哒真是狠毒的心肠。我们怎么办？如果我真的进了宫，他会不会每天折磨我？别怕，你先去休息，稍后我进宫问问，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放心，有我在，绝不让他欺负你。片刻后，云氏换上一身诰命朝服，匆匆进宫。成了皇后又怎样？你的母亲已经死了，她永远也想受不了你成为国母带来的荣耀。护国公如今已成国丈，而我才是这个家的当家主母。娘娘，护国公夫人求见。我和水晶正在让他等会吧，等我把这把排位打完。 First blood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Quadra kill Pentakill 让他进来吧。云氏怒气冲冲地进来，刚想开口质问，就看见晏殊身边站着一个威严冷肃的嬷嬷，正一瞬不瞬地盯着他，那眼神里仿佛带着刀锋似的冷芒，让人心悸。尚未出口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臣妇参见皇后娘娘，娘娘万福。国公夫人，见着皇后娘娘是要下跪的。切，我是国公夫人，还是皇后的母亲。本宫的母亲已过世多年，别乱攀关系。冷嬷嬷，她若不跪，就让她出去。请夫人给皇后娘娘跪下，否则就出去。云氏神色阴沉，指甲忍不住掐进掌心，恨不得当场活劈了晏殊。我是一品诰命，见皇后无需行全礼。夫人大概是理解错了一些事情，诰命夫人面见皇后，按照规矩同样要行跪礼，只是皇后娘娘为显示对命妇的尊重，通常会免除命妇的礼节。然而国公夫人今日态度如此傲慢，浑然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显然是不值得皇后尊重的。哼，她前日还是我的女儿，今日就要逼母亲下跪，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前日尚未举行登基大典，皇后娘娘确实是护国公府嫡长女，但昨日封后大典之后，皇后娘娘便是一国之母，在这只有皇后和臣妇。国公夫人既知自己是一品诰命，竟连规矩都不懂。她怎么会不懂？她就是不愿给晏殊下跪。区区一个不受宠的嫡长女，竟敢让我这个母亲跪下，不怕折了她的寿？晏殊并不在意她跪不跪，注意力全程落在秀女名册上，至于折不折寿，他还真不在意。僵持良久，云氏脸色由青转白，由白又转青，最终还是不甘不愿地跪了下来。臣妇云氏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哎呀呀呀呀！不是不跪吗？没见过你这么贱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哦，有本事你咬我呀！本宫现在是皇后，执掌天下生杀大权，你一个国公夫人，还想在本宫面前逞威风？切，你只是皇后，执掌生杀大权的是皇上。夫妻本为一体，掌握在本宫手里和皇上手里是一样的。呸！真是做梦！皇后随时可以被废，而皇上永远是皇上，怎么可能一样？皇上可以拥三宫六院，倘若一样，岂不是说皇后也可以三宫六院？三宫六院又算个什么？若本宫拥有主宰天下的权利，天下美男还不是尽归我挑选？你真是大逆不道，居然能说出如此卑鄙惊人的话。他不想再跟晏殊争辩，怕他一怒之下真的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好在他知道晏殊的软肋是什么。晏凌风今早回去，因为顶撞长辈被罚去祠堂。你如今是中宫皇后，
老爷动你不得，但你该知道。来人，传本宫懿旨，召御林军统领燕凌风进宫议事，命他即刻前来，不得延误。是皇后娘娘。国公夫人还有什么想说的？晏殊，别忘了你是谁的女儿，燕凌风又是谁的儿子？你今日召他进宫，明日召他进宫，难不成还能天天召他进宫？只要他待在燕家一天，护国公就能以任何理由惩罚他。哼，本宫不必日日召他进宫，2天后燕雪会选秀入宫，父亲罚跪大哥1日，本宫就罚跪燕雪2日。父亲若是对大哥动用家法，本宫就让燕雪好好感受一下宫里的刑罚，看谁最先受不住。你为什么要燕雪进宫？本宫疼她，想让她进宫陪着。夫人可有什么不满？当然不满，哪都不满。燕雪是我的女儿，你个大凭什么给她做主？如果进宫是皇上的意思，我自然乐意，可现在是你的意思，性质完全不一样。燕雪不想进宫，此事由不得她。她这个年纪如果不想进宫，那就该考虑嫁人。不知你想把她嫁给谁？还在议亲中。不想进宫也可以，本宫这就给她指婚，就赐给武王如何？武王生性残暴。夫人还请慎言，你是想说皇后娘娘故意虐待自己的妹妹吗？难道不是吗？是又如何？本宫现在是皇后，母仪天下，燕雪的命运掌握在本宫手里。晏殊，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别为难燕雪。冲着你来，冷嬷嬷，那就先赏他10个耳光。是。冷嬷嬷应下，一脚把云氏踹倒在地，抬手就朝他脸上扇去，左右开弓，清脆的巴掌声在耳畔不停的回荡，劈头盖脸的耳光让他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整个人表情僵滞，呆如木鸡。还要吗？若觉得不够，冷嬷嬷可以再辛苦一下，不过打得多了难免手疼，嬷嬷稍后去挑一件趁手的刑具。好的，谢谢娘娘的仁慈。云氏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晏殊，他不敢相信晏殊竟敢这么对待他。晏殊，别忘了你是晏家的女儿，你这般作为传出去还能博得贤惠名声。若大臣们知道堂堂皇后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定会觉得皇后薄情寡义，目无孝道，他们会去皇上面前弹劾，到时为难的人只会是皇上。为难的是皇上，那不是很好吗？我要的就是把叶荣轩踩到脚底下，把他的尊严践踏的连残渣都不剩，让他这辈子再也无法风光显贵，让他永远没机会做一个掌实权的皇帝。皇上是一国之君，掌天下生杀大权，谁敢不从？尽管杀了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滥杀无辜。皇后娘娘是想要皇上做个昏君吗？话音刚落，外面通报声骤然响起，皇上驾到。云氏精神一振，蓦然转头看向殿外，随即回过头来盯着晏殊。皇上来了，看你还如何放肆！切！叶荣轩正要说话，就看见跪在地上的云氏。你国公夫人，臣妇参见皇上。夫人的脸怎么了？皇上，国公夫人对皇后娘娘不敬，奴婢正以公规教训她。放肆！你一个小小的奴婢，竟敢教训皇后的母亲！来人，把冷嬷嬷拖出去，杖打30。然而没有一个侍卫进来。皇上，教训国公夫人是本宫的意思，所以皇上是要把本宫也拖出去，杖打30。舒儿，国公夫人毕竟是长辈，朕相信你一定是为了维护下人，才故意把这个罪名揽在自己身上的。皇上想多了，确实是本宫的意思。为什么？方才冷嬷嬷不是说了，国公夫人对本宫不敬，一进来就指着本宫的鼻子骂，若不是看在她是长辈的份上，就不仅是几个耳光这样的轻责了。冷嬷嬷，告诉皇上，对君王和皇后不敬，应该处以什么样的责罚？乱杖打死。皇上，臣妇冤枉。昨晚皇后娘娘下旨让晏雪进宫，岂料晏雪早上回去之后，脸色惨白，双腿红肿，分明是在宫里跪了一夜。臣妇只是想问问，雪儿娇弱无力，她犯了什么错？皇后要如此刁难折磨于她，求皇上给晏雪一个公道，给臣妇一个公道。晏殊平静地听他控诉，嘴角始终噙着一抹冷漠无情的弧度。哼，告状，尽情的告吧，不然都对不起我赏的那10个耳光。昨晚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原来是让晏雪在凤仪宫罚跪了一夜。她到底想干什么？不合时宜的赵氏欺人，真以为我不敢动她？堂堂皇后对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都这么冷酷无情，还如何做好中宫之主？如此嚣张跋扈的一国之母，怎能叫人心服口服？
国公夫人毕竟是长辈，不如先让她起来说话吧。本宫一直以为君臣尊卑应该放在长幼之前，国公夫人虽是长辈，可她在本宫面前也是臣妇，皇上难道要亲自破坏这个规矩？朕不是这个意思。本宫可以让她先起来，但是夫人必须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在皇后面前大呼小叫是应该受到责罚的，而不该仗着自己是皇帝岳母就以为自己拥有特权，更不能仗着父亲握有兵权就嚣张跋扈。哼，嚣张跋扈的分明是你。夫人这是与本宫顶嘴。云氏僵住，气得心肝脾肺都要炸了。真不知道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真像个嚣张跋扈的泼妇，一点都不像以前那般体贴贤惠。若我大权在握，就凭她今日作风，早就把她打入冷宫了。真是没有一点国母的端庄大度。燕雪昨晚真的在宫里跪了一夜？应该是吧，本宫让嬷嬷负责教她规矩，规矩没学好，肯定要遭一些罪的，不然以后进宫怎么侍寝？你放着她被嬷嬷教训，自己跑去睡觉，你怎么这么狠心？你就是故意针对她是不是？放肆！当着皇上的面还敢对娘娘大呼小叫，果然没一点规矩。皇上，这个刁奴竟敢对臣妇如此！夫人莫不是忘了，她是本宫的嬷嬷，难道夫人认为这宫里没人能约束你的行为？云氏被噎得一句话说不出来。行了，让夫人先回去吧。皇后贤惠大度，一定会给朕这个面子的，对吗？既然皇上开了口，本宫自然会给面子。还不谢过皇后恩典？云氏气得吐血，恨不得诅咒这个小贱人立刻去死。然而形势比人强，他没办法，只能低头。谢皇后娘娘恩典，臣妇告退。回去让燕雪好好打扮打扮，2日后进宫参见选秀大典。燕雪身子不适，这是懿旨，夫人想抗旨吗？云氏接触到他的眼神，激灵灵打了个寒战，随即不由自主地转头避开他的视线。这个小贱蹄子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眼神？舒儿，此事已决，无可更改。皇上对本宫的心意，本宫感动在心里，但也因此更应该替皇上着想。选秀之事刻不容缓。真是冥顽不灵，我现在越发厌恶他强硬的态度，哪有一点为人妻子的温柔贤惠？皇上有意见？没意见，那这件事就交给舒儿全权负责。国公夫人可以先回去，2日之后燕雪进宫参加选秀，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否则便是抗旨。云氏心里只把他恨得咬牙切齿，却不敢再跟他叫板，不甘不愿地应下。皇上今日没有奏折要批吗？朝中有丞相大人在，朕省心许多。晏殊淡审，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外祖父历经3朝天子，从文帝那一朝就是朝中新贵，年纪轻轻考上状元，被文帝重用提拔到侍郎之位。到了元帝之后，外祖父因能力卓绝，继续得到重用。先帝临终之前，遂委任丞相成为辅政大臣。如今外祖父在朝中说话的分量比这位皇帝重得多，丞相能处理的事情，完全不必皇帝忧心。前世也是，外祖父辅佐皇帝，开始暗中把朝中势力朝皇帝偏移，让他有能力处理朝政，有能力应付党派之中的斗争。而叶荣轩一贯会演戏，长达4年对我痴情不悔，不为其他美色所动，且勤于政务，忧心社稷。丞相以为他是个可靠的人，慢慢就交出了权力，退出朝堂。谁能想到叶荣轩竟是如此狼心狗肺，薄情寡义。丞相确实很厉害，皇上应该好好信任他。舒儿觉得朕能成为一个英明神武的天子吗？晏殊抬眸看着他，似笑非笑。怎么了？朕说错了吗？能不能做一个英明的皇上，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朕就是想听舒儿说。听你妹，是想让我说服丞相交权给你，让你早日掌握亲政大权吗？朝中势力错综复杂，皇上忘了此前争储时的艰难，各派大臣都有他们拥立的皇子，我们侥幸获胜，应该一步步耐心筹谋，拉拢人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步步耐心筹谋，筹谋多久？10年还是20年？以前争储时的那些党派朝臣算什么？只要我掌握大权，定会把所有不听话的人一一诛杀殆尽，然后培养属于自己的心腹。叶荣轩如此想着，胸腔里有股气流不停地窜动，迫不及待想铲除一己的狂躁杀气，恨不得杀尽所有对他有威胁之人，尤其是以前看不起他的那些人。我虽出身低微，但照样能掌权天下，坐拥江山。他们出身尊贵又如何？是皇后嫡子、贵妃之子又如何？还不照样是我的手下败将？可惜还没有掌握大权，冲动只会铸成大错。
那几位皇兄弟势力仍在，现在还需要哄着他，只有他和丞相一族才能让那些野心勃勃的皇兄安分下来。他慢慢平静了下来，伸手揽着晏殊的腰，语气温柔，带着几分委曲求全的意味。朕现在就是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有丞相大人在，大臣们自然而然以他为首，连奏折都直接交给丞相阅览。丞相可以阅览奏折，但没有批复的权利，你不用担心他夺权。朕不是这个意思，舒儿你不懂，如今丞相把控大权，能呈到朕手里的奏折都是他过目过的，他觉得不需要批复或者不太要紧的折子，直接就打了回去，朕连看都看不到。我知道了。那皇上，皇后娘娘燕统领求见。皇你妹，关键时候叫唤啥？他不是下旨回家去了？是我让人召他来的，我有些事情要跟大哥单独谈谈。单独谈谈，朕都不能听吗？不能，是燕家私事。好吧，皇上去跟大臣们谈论政务吧，别整日待在本宫这里，让人以为皇上不务正业。好，讨论政务是假，赶我离开才是真吧。毕竟如今朝中大臣们各成一派，各自处理着自己职责之内的事情，六部大事最终会集到丞相那里，由丞相做主。我这个天子就算召见几个大臣，他们也只会敷衍几句，不是没什么重要大事，就是不该劳皇上烦神，或者谦恭地说一句，这等小事臣等可以处理，请皇上放心。放心。既然吏部尚书和户部尚书的女儿都进了宫，那就如你所愿，把两位尚书拉拢过来，以后再慢慢削弱丞相手里大权。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看你还能不能如此骄横强势。叶荣轩走到宫门外，跟迎面而来的燕凌风正面遇上。卑职参见皇上。后宫之地，男女授受不亲。你个老登，那是我亲妹妹。就算是亲兄妹，也该避嫌。燕凌风转头望着他的背影，眸心划过一抹深思，很快转身走进凤仪宫正殿。大哥，以后在那个家里，不必再委曲求全，不管父亲让你做什么，都不必听他的。你是皇后，我若忤逆父亲，对你名声不好。我不需要名声，名声不能当饭吃。大哥，我要权力。妹妹，父亲不可靠，夫君也不可靠。如果大哥在家不能反抗父亲，我在宫里就会束手束脚，会时刻担心大哥是不是又被父亲拿捏住了，会受制于父亲和云氏。妹妹最是聪明，不管我怎么做，你都不可能受制于人。比如今天，你一道懿旨就可以把我召进宫，让父亲惩罚我的目的得以落空。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既然你不希望我在那个家里委曲求全，那我就不再委曲求全。你想要权力，我就助你得到权力，只要是你想要的，我必定助你心愿达成。这几天我要替皇上选秀，事务繁忙，前朝的事情没空去理会。大哥有空替我转告外祖父，丞相大权让他牢牢抓在手里。那些折子有想给皇上看的，就送几本给他批批打发时间；没必要给皇上看的，就不用送过去。妹妹这是要架空皇上的权力吗？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利，不算架空。我只是想把曾经给他的东西收回来而已。为什么？他登基之前，你没少在先帝面前替他博好感吧？因为他不配，让他坐上这个位置，已经是我给他的恩典，他不能继续贪心。我明白了，有些事情妹妹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了。大哥，我跟他已经成了亲，这个事实无法改变，但我没兴趣换一个皇帝，因为那会很麻烦。所以，如果我要让他成为一个没有权力的傀儡皇帝，把大权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大哥觉得如何？没问题。还是大哥最信我。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在他们兄妹说来，却仿佛谈论天气一般闲适轻松，浑然没有翻覆天地的剑拔弩张之感。想要什么尽管去做，我会做你最坚强的后盾。我待在宫中，许多事做起来不顺，需要大哥替我打点外面。比如今年的秋闱，我要选一批只听我的人入朝。我会让外祖父留意。2日后选秀，我会选一批敌对的，还有一批可用的。我会让皇上忙得不可开交，没空来我这里。哪里？给他选3宫6院，让他忙得没时间来凤仪宫。你现在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确实没有感情了，就算他死在我面前，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这么说来，你想要独掌大权，目的并不是为了独占他。不过他现在还不能死，他死了，大臣们就会立即扶持新帝，我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尴尬。所以在我完全掌握大权之前，他必须活着，再让他一点点地堕入地狱。皇后要替皇上选秀充盈后宫，这个消息一出，各大世家齐齐一惊。选秀，那个女人又在打什么主意？
皇上和皇后感情不是很好吗？大臣们还担心皇后独霸后宫呢，怎么会突然选秀？应该是为了给那个低贱的东西拉拢朝臣。朝中党派之争太激烈，根本没几个人效忠叶荣轩吧？哼，皇帝叫着好听罢了，父皇传位给他又如何？登上帝位之后还不是无人可用？王爷，皇上已经登基，大逆不道的话不可再乱说了，当心传出去惹下大祸。我们应该说皇后贤惠，懂得替大局着想。要不是晏殊一心扶持他，本王就算指着他的鼻子骂，他都不敢反驳一句。一个宫女生的贱种，给我们几位皇子提鞋都不配，居然靠着一个女人坐上了皇位，简直是皇族的奇耻大辱。虽然话是这么说，可皇后现在一心一意为了皇上，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一点，毕竟御林军大权也握在皇后娘娘的兄长手里。父皇膝下我们皇子7人，最有皇位继承人的是我和凤王、武王和成王，而我们4个一个也没成，反而让叶荣轩这个宫女所生的贱种成了最大的赢家。一个出身卑微没有任何背景的庶皇子，靠着一个女人一跃成为新帝继承人，竟连立储那一步都省了。先帝驾崩前夕，当着满朝文武和皇族宗室的面，宣布皇妻子叶荣轩为妻，争主争得你死我活的皇子和各派大臣简直如闻晴天霹雳，不敢相信皇帝临终前竟犯下如此糊涂，传位给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子。众人眼神如利剑，几乎要把叶荣轩当场杀死，即便他们所有人都反对，依然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皇帝的临终遗诏谁敢不从？晏殊虽然只是一个女子，可她背后的势力不小。当丞相第一个跪下来参拜新帝时，就宣布了你们皇子的完败。去丞相府提亲仪式办得如何了？丞相回绝了。回绝？景王眸色沉了沉，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但依然为此感到不悦。下个月是护国公大寿，你去帮我准备一份厚礼，必须投其所好。是。皇后要给皇上选秀，她打的是什么主意？哼，那小哒哒一肚子阴谋诡计，定是没安好心。她现在是皇后，别一口一个小哒哒，当心祸从口出。你打算怎么办？还请长公主殿下帮忙。本宫现在哪有她威风？堂堂中宫皇后，统摄后宫大权，外祖父是丞相，舅舅是大将军，这身份背景哪是本宫惹得起的？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求到长公主这里。晏殊向来对晏雪恨之入骨，这还没入宫呢，雪儿就被他强迫跪在凤仪宫一夜。我实在不敢想象以后雪儿进了宫，晏殊会如何折磨她，甚至敢让人对我这个母亲动手。本宫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目的，贸然干涉只怕不太好。外面有人猜测他是想替皇上拉拢人心，依我看却不太像。哦，怎么说？昨日进宫，我眼见着皇上和晏殊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以前那么融洽，以前两人几乎是如胶似漆，晏殊对皇上更是百依百顺，可昨日他的态度却很冷淡。冷淡？封后大典刚结束，皇上应该没做什么惹他生气的事情。确实没做，所以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皇上看起来很不高兴，但晏殊一点都不顾及他的不高兴，跟往常贤惠温柔的样子判若两人。难道以前一直都是伪装？刚坐上后位就得意忘形，以后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皇上如今依靠着他坐稳皇位，可说到底，这个江山最终依然是皇上做主。君为臣纲，丞相和大将军最后也得听皇帝的。父为妻纲，待皇上坐稳皇位，废后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他若是个聪明人，就不该在这个时候骄横跋扈，惹皇上不满。我现在只担心他报复雪儿。晏殊在家里一直是我们为仇敌，恨不得早日脱离那个家。辅佐皇上不过是因为皇上出身低微，无权无势，便于他控制。果然一坐上后位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以前也觉得叶荣轩不成大器，皇上不可能传位于其皇子，谁能想到最后皇位竟真的被叶荣轩得了去。那个哒哒哒之所以帮叶荣轩，一定是因为叶荣轩早早就承诺册立她为皇后，并会一直对她心存感恩，否则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不得势的皇子？如今心愿已达成，稳坐中宫主位，朝政大权控制在丞相手里，御林军统领又是他的亲哥哥，镇守边关的大将军又是他舅舅，根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早早就暴露了本性。天下终究还是要皇上说了算，他今日如何嚣张跋扈，来日就会死得如何凄惨。那选秀一事，选秀那天，本宫会进宫去看着，我倒要问问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平阳长公主坐在椅子上，想着晏殊那个女人，心里嫉恨交加，
他恨晏殊是有理由的。原本他是扶持景王登基，景王甚至承诺，只要顺利夺得皇位，他的儿子就必定是御林军统领。可景王争储失败，直接导致他的儿子丢失了御林军统领之位。要不是先帝亲自指挥晏殊嫁给叶荣轩，就依先帝对晏殊的态度，谁不以为她是先帝的私生女？而这些宠爱原本应该属于我，我才是皇族最尊贵的公主。可晏殊的出现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之前他们各为其主，然而最终登基的却不是他们的主子。现在他们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跟新帝投诚，心理正仇怎么被清算呢？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若是他们此番若能顺利送女儿进宫，就能名正言顺地跟皇帝站在同一阵线。对，毕竟以后就是一家人，皇帝或许不计前嫌，忘记曾是敌对的关系。京中贵女进了宫，名分都不会太低。皇上现在最需要的是拉拢朝臣。皇上登基之前，不是承诺只喜欢表姐一人吗？封后大典刚结束就选秀，皇上这算是过河拆桥，还是背信弃义？丞相府嫡孙女南歌，年方16，京中颇负盛名的才女，更无人知道她还会使用精湛的暗器。不是，听说选秀是皇后娘娘的意思。不可能，表姐眼里揉不进沙子，怎么可能和别的女子共侍一夫？方才你表哥过来传话，说让你如期进宫，其他的不必理会。选秀的规矩乃是先皇所定，6品以上官员之女都得参加，我自然也不例外。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但是皇上和皇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宫里的事情我如何知道？你表哥只说让你祖父好好握着香权，我们妇道人家不懂朝政，但对于女儿家的心思还是能猜透一些的。皇后娘娘只怕要做一番大事，而这大事应该跟皇上无关。女儿家最是心软，尤其是有了喜欢的人之后，可以为了心爱之人付出任何代价。然而性情刚烈的女儿家一旦遭到背叛，绝情起来并不比男人手段逊色，只是暂时并不好判断究竟发生了何事。跟皇上无关，意思是表姐没跟皇上一条心，那她当初为什么要扶持叶荣轩做皇帝？昨晚上景王又来了。不必理他，肯定又是来提亲的。哥儿，你的婚事着实让人发愁。有什么好愁的？我对嫁人没什么感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是丞相府嫡孙女，身份高贵，他们都是有目的的。我这样的身份足以配皇子，偏偏又不能配皇子。新帝都已经登基了，那几位皇子还不死心？今天这个来提亲，明天那个来提亲，不就是看中了祖父手里的权力吗？可这些为权力而来的，我一个都看不上。身为相府嫡孙女，你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权力，又如何避免跟权力相关的牵扯？母亲，我想去皇后娘娘身边做事。你要进宫？表姐是个女子，一个人待在宫里行事难免不便，我想有个便宜的身份，能随时进出皇宫，这样一来就不用表哥帮忙传话了。表哥到底是男人，不能经常出入后宫，况且有些事不方便让男人知道。可是我们暂时还不知皇后娘娘到底想做什么。不管她要做什么，有个帮手都是好的。我整日待在家里也是无聊，天天被人盯着提亲，不如去宫里帮她做点事情，也好歇了那些人的心思。这件事我禀报给你祖父，问问他的意见。燕二姑娘脸色看起来不太好，不高兴吗？怎么会呢？看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还以为你怎么了呢？南姑娘身为丞相府嫡孙女，居然也逃不了选秀的命运，我猜南姑娘肯定能被选进宫。为什么？封后大典刚结束，皇后就张罗着给皇上选秀，应该是为了树立一个贤良淑德的名声。可皇后在宫中孤立无援，若以后别的女子得了宠，难免心有不安。擅自揣测生意是要被杖打的。我只是随口说说，况且我也没揣测皇上的心思。夫妻本为一体，揣测皇后心思就是揣测皇上心思。沈姑娘是不是觉得皇后仁慈，不敢把你杖毙？沈嘉欣咬了咬牙，想反驳，却到底失了几分底气。他的父亲是户部尚书，比起南哥的丞相祖父和大将军父亲，他的家世明显要差一截。宫中规矩森严，不得喧哗，若有违反者，一律按宫规处置。皇后娘娘安排我带你们去体元殿，
请诸位跟我走吧。抵达体元殿，有几位嬷嬷后在那里，时间紧迫，只是给秀女们例行检查。检查到南哥时，嬷嬷对着他行了个礼。皇后娘娘有旨，南姑娘不用检查。不用检查，就是不会进宫了。看来确实只是凑个人数。宣南哥、凌云珠、顾之意和杜玲珑进殿。林家嫡女、顾家嫡女封为云妃和贵嫔，赐驻流云殿和宝华殿。谢皇后娘娘，臣女领旨，请云妃娘娘和贵嫔娘娘随老奴去验身。还要验身？刚才不是已经验过了吗？回禀云妃娘娘，方才只是检查身上有无瑕疵，现在要检查您是否完璧之身，这是宫中历来的规矩，并非针对哪一个人。好吧，世家贵女历来最重清白，被人验身这种事情总是无法避免的让人感到屈辱，但进了宫一切身不由己，只能遵照着规矩行事。宣沈嘉欣、燕雪、吴芊芊、苏念。沈尚书嫡女沈嘉欣封为嘉妃，赐驻宝成殿；护国公府次女燕雪封为淑妃，赐驻锦乐宫。臣女领旨，谢皇后娘娘。请淑妃娘娘和嘉妃娘娘随奴婢去验身。此言一出，燕雪瞬间惊住。宫里的嬷嬷经验丰富，一旦验身，就会查出我非完璧之身。恰在此时，一声高亢尖细的通报声响起：皇上驾到！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这么快就来了，今日早朝无事可议吗？最近没什么大事，早早就退了朝，正好听说在选秀，朕就过来凑个热闹。严嬷嬷还愣着干什么？把淑妃和嘉妃带去验身。奴婢遵旨，请两位娘娘随奴婢去隔壁偏殿。燕雪焦急地抬头看向叶荣轩，听到晏殊的命令，叶荣轩本就一惊，待接触到燕雪的求救眼神，他顿时明白了什么。舒儿，皇上想说什么？在场的秀女皇上可有特别中意的？一切都听皇后的。只是验身。验身有什么不妥吗？不是，朕听说方才在体元殿已经验过身，怎么还要验？皇上说笑了，选秀之前的验身只是查验秀女们身上是否有胎记、疤痕，身体有没有缺陷。这次验身是验完璧之身。这次选秀稍微特殊一些，进宫的都是朝中重臣的女儿，这一步对他们来说确实有些难堪，不如就此省过。不能省，进宫伺候皇上的女子必须是清白之身，万一有人破坏了规矩，只怕……怎么会？今日在场的哪个不是清清白白的世家闺秀？他们的父亲皆是朝中重臣，朕不想让他们难堪。晏殊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眼神疏冷锋锐，似是带着一种早已看透真相的冷漠。这是皇族先祖制定的规矩，皇上要带头打破吗？朕不是这个意思。那不就得了？严嬷嬷，把他们都带去验身。是。燕雪表情越发焦灼不安，频频看向叶荣轩。妹妹总是看皇上做什么，想让皇上为你破一次规矩。我没有。哼，谁要是再说废话，本宫就当成谁不洁。不洁之人进宫选秀，可知该当何罪？燕雪脸色煞白，其他秀女低垂着头，觉得皇后气势好强，只有南哥安静地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皇上和皇后，注意着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气流暗涌。皇上看起来确实很紧张。要是让晏殊发现燕雪并非完璧之身，该怎么办？燕雪肚子里是我的骨肉，可晏殊不知道，若他以为燕雪与人私通……皇上今天看起来很是焦躁，到底怎么了？没怎么。皇后要不要出去走走？还有两组秀女没见，季嬷嬷，让他们进来。叶荣轩掌心已渗出细密的冷汗，心里开始疯狂地滋生出怨恨不满。到底谁才是江山之主？这个宫里谁说了算？如此骄横跋扈，就没想过以后失势时该如何自处？这一组不如由皇上亲自来选，皇上中意哪个就让哪个进宫。不好了，不好了，皇上、皇后娘娘，不好了！怎么回事？回禀皇后娘娘，燕二姑娘她……嬷嬷有话但说无妨，不必遮遮掩掩。燕二姑娘并非完璧之身。话音落下的一刹那，南哥清楚地看见皇帝面上血色褪尽，惶恐不安，似乎一瞬间明白了什么。你说什么？此言当真？老奴不敢撒谎。我是冤枉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什么都不知道。皇上，我是冤枉的。燕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招来？舒儿，此事应该存在着什么误会？燕雪是你的妹妹，
是国公府的女儿，平日连外男都无法轻易见到，怎么可能不是完璧之身？哼，严嬷嬷，你说。回禀皇后娘娘，老奴检查得很仔细，燕二姑娘确实不是完璧之身。你这个老东西，竟在皇后面前胡言乱语，说谁让你陷害燕二姑娘的？皇上息怒，望皇上明察，老奴万万不敢欺君。燕姑娘她确实。来人，拖出去，杖打20。侍卫拉着嬷嬷就往外走，此时燕雪也偷偷松了口气。混账，把燕雪拖出去，不是严妈妈。燕叔，你不能这么对我，你无权对我动用私刑。带出去。这次不用侍卫出手，严嬷嬷和季嬷嬷直接上前，一左一右拖着她往外走去。绝，大姐饶我，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皇后娘娘。舒儿，别这样，她是你的妹妹，姐妹相残传出去会有损你的名声。哼，我的名声重要，还是皇族规矩重要？皇上知不知道什么叫秉公办事？若规矩可以如此践踏，敢问皇族的尊严靠什么维持？我知道皇上心软，所以得罪人的事情就由我来做，先斥责20，他若不如实招来，就再加20。叶荣轩攥紧手，不发一语地看着他，表情一点点冷了下来。殿外惨叫声响起，燕雪疼得不停呼叫：“皇上救我！皇上救我！”外面燕雪的惨叫如魔咒，一声声在他耳边回荡，让他心乱如麻。皇上坐下来吧，这一组秀女还没选，皇上可有中意的？叶荣轩僵滞如木雕，没有任何反应。皇上怎么了？舒儿，朕刚登基1月，我们还处于笼络人心的阶段，是不是该宽容温柔一些？皇上还年轻，本宫年纪也小，朝中元老大臣们手握大权，我们若太过温和，怎能镇住那些老狐狸？可是，况且燕雪确实犯了欺君之罪，我们若轻拿轻放，难免落人口舌，说皇上和本宫包庇自己的妹妹。本宫真不知父亲何云氏是如何教导女儿的，堂堂护国公次女，竟做出如此辱没门风之事，简直丢尽了本宫的脸面。此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叶荣轩心头一沉，掌心再次渗出冷汗。皇后娘娘，20斥责已执行完毕，请皇后娘娘示下。他有没有说那个野男人是谁？未曾。那就再加20，继续打。是。皇后，今日选秀没必要献血吧？皇上万般阻拦，莫非是心疼他？这句话仿佛已是笃定，而非询问。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朕并非心疼燕雪，只是不想你太过心狠手辣。燕雪是你的妹妹，不是仇人，你真要如此不留情面？你真是虚伪！以前口口声声说我不得爹娘宠爱，会把我当成珍宝宠着捧着，明知我对父亲视若仇敌，跟云氏势不两立，明知他们联手害死了的母亲，今日却为了一个燕雪，敢大言不惭地提醒我们是姐妹。哼，背着我跟我丈夫私通的姐妹，偷偷摸摸怀着你孩子的姐妹，还是自幼就帮着他母亲一起欺辱陷害我的姐妹。想到早早被逼致死的母亲，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在那个家里受到的打压，想到前世那个已经3岁的孩子，想到叶荣轩疯狂发泄时的癫狂，晏殊眼底笑意越发冰冷。不过是一对狗男女罢了，早晚把这对狗男女一起送入地狱。现在先讨一点利息，留着你做棋子，慢慢架空你的权利。哦不，这会儿你压根还没什么权利，我要让薄情寡义的父亲和自私贪婪的云氏母女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舒儿，你怎么了？没什么。本来朕就不想选秀，你非坚持，这下倒好，弄得一个个跟惊弓之鸟似的。皇上这是在怨我？不是，朕只是不想要那么多妃子，有你一人足够。选秀是为了充盈后宫，稳固皇上的地位，与儿女私情不可混为一谈。至于姐妹，不管本宫跟她什么关系，都不是她与野男人私通的理由，何况欺君之罪不可恕。皇上，皇后娘娘，燕二姑娘她又怎么了？皇上失态了。朕只是担心闹出太大的动静，护国公那里不好交代。父亲那里我去交代就成。燕雪怎么了？燕二姑娘流血了，像是小产了。你个刁奴，那是皇后的妹妹，你敢在这里妖言惑众？来人，把她带出去，乱杖打死。晏殊没说话，外面也没人进来。皇上，皇后娘娘，奴婢在宫里做事30余年，先帝时就给秀女验身，绝不会弄错。燕二姑娘她真的小产了。所以嬷嬷的意思是说，燕雪此前有过身孕？是。
叶荣轩将白着脸望着眼前伏地而跪的严嬷嬷，她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充斥着杀气。我堂堂一个天子，竟使唤不动凤仪宫的人。舒儿，若严嬷嬷所言属实，那么护国公夫人娇女无方，导致女儿做下如此败坏名节之事，理该追究护国公夫人的责任。欺君之罪，罪不容赦。最重要的是，燕雪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尼玛，只是你刚被册封为皇后，这个时候若把事情闹大，不仅护国公面上无光，你这个皇后声名也会受损。朕以为此事就悄悄的查，你以为如何？难得你能这么快镇定下来，看来今天受的刺激太多，一切都听皇上的。当真？自然当真，皇上一国之君，难道我连这点面子都不给？给我面子？若真给我面子，至于把事情闹得这么难堪？既然皇上已无心选秀，其他几位秀女就回去吧。今日之事，任何人不得宣扬出去，若让本宫知道谁嘴碎多舌，本宫就割了他的舌头。奴婢遵旨。至于燕雪，先带回他的店里，请个太医仔细瞧瞧，不过务必给本宫看好了，不许他踏出店门一门。南哥留下来，其他人都退了吧。是。叶荣轩平复着自己的情绪，走到晏殊跟前，体贴而细致地给他捏着肩颈。舒儿辛苦了，真想不到燕雪居然会是这样的女子。知人知面不知心，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她？朕听舒儿的，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置？林英，册封的旨意尽快颁下去，别误了时辰。娘娘的意思是用皇上的名义下旨，不然呢？今日给皇上选秀，选的是皇上的嫔妃，几位嫔妃的父亲也都是皇上将要拉拢之人，不用皇上的名义颁下旨，大臣们怎么会知道皇上想重用他们？对，是奴才这就去拟旨。皇上日理万机，还是去处理朝政吧，我跟南哥说说话。叶荣轩很想留下来听听他跟南哥说什么，然而这到底只是他想想。是和南哥说让他进后宫吗？我很期待。如果你们因为争宠反目成仇，丞相是帮外孙女还是亲孙女，那舒儿跟南姑娘好好聊聊，朕晚点再来。你必须得来，晚点还有一份大礼给你呢。皇后对皇上没有感情了吗？感情？晏殊心头微微泛起钝痛，前世数年恩爱算不算感情？一心为他着想，替他拉拢朝臣，替他经营人脉，替他筹谋算计，助他坐稳江山，掌大权在手。可到头来却发现，所有的恩爱都是假的，从始至终都是伪装。感情是什么？能当饭吃，还是能保证一辈子荣华富贵，衣食无忧？何况把感情寄托在一个薄情寡义之徒身上，那是愚蠢之人才会有的行为。南哥，从此时此刻开始，你给我记好了，虽然我跟皇上成了亲，现下是他的皇后，但这辈子我跟他是死敌，是仇人。他即便坐上了这个皇位，也永远不可能拿到亲政大权。我明白了，我想做皇后娘娘身边的传旨女官。进宫之前，臣女就有这样的想法，还望皇后娘娘成全。传旨女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几日经常会有亲王去丞相府提亲，祖父回绝了好几次，可他们似乎听不懂话似的，很烦。那你心里可有中意之人？没有，我心目中的男子应该温文尔雅，有气度，有担当，尊重女子，有高雅的品德和让人舒适的性情。可是这种人好像是我幻想出来的，世间很难找到。确实难得。所以我不想成亲，不想嫁人，更不想听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言论，讨厌他们以这个理由来抨击女子，觉得女子到了年龄不嫁人，就犯了滔天大罪似的。所以你就想进宫做女官？是，做了女官，外面那些闲言碎语就能避免大半，也可以正式断绝亲王们求娶的希望。此事我可以答应，但是需要你好好考虑清楚。你回去之后，先跟外祖父、外祖母和舅母好好商议，他们都同意了，本宫才能答应你。哥，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子，骄傲高洁如枝头梅花，这一生就该活得肆意洒脱。皇后娘娘才是天下最尊贵的女子。你心思通透聪慧，是我所不及。我前世可是做了7年的睁眼瞎。皇后打算怎么处置晏雪？她肚里的孩子是皇上的吧？为什么这么说？只是无法解释皇上的反应，
毕竟正常选秀，这种不洁的女子就算被当场杖杀也不为过，父母亲族都会受到牵连。可皇上不但没见愤怒，反而处处为燕雪着想，就算有愤怒，也不是因为燕雪，而是一种秘密被发现的恼羞成怒和惶急不安。燕雪在秘密暴露之后也急着向皇上求救，而不是担心皇上治罪。显而易见，皇上和燕雪之间早有猫腻。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他自己心里清楚。至于如何处置，元宝皇后娘娘传旨，护国公府次女燕雪由淑妃降为才人，养好伤之后搬去宝成殿属殿居住，归沈家心管。奴才遵旨。这道旨意记得送去护国公府，让护国公和他的夫人听清楚。是。今天宫中不太平，你也早些回去吧。若真决定了进宫做女官，就让舅母把你送过来。是，臣女告退。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字没有了？你是在怀疑我吗？不然呢？现在除了手写，不管拼音还是五笔都打不出这个字。皇上失忆了。是吗？那燕雪的封号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降为才人？皇上看起来很不高兴。朕只是顾及着护国公的名声。他难道不应该被降为才人？他做出败坏门风的事情，以不洁之身进宫选秀，更是欺君。皇上没追究护国公的责任，已是皇恩浩荡。皇上觉得他配得上淑妃的位分。可是，一旦燕雪欺君和不洁这件事传出去，你的名声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皇上到底是不敢得罪护国公，还是担心我名声受损？皇上身为一国之君，竟如此胆小如鼠。舒儿，你竟是如此看我？我只是让元宝传旨降了燕雪的位分，而并没有把燕雪的事情泄露出去。皇上这下可以放心了。没有给出降位分的理由。是啊，纵然我跟父亲关系恶化，形同仇敌，可他依然是我的父亲。护国公府若闹出这样的丑闻，对我也是没什么好处。舒儿这样想才是对的。这样想是对的。燕雪身为护国公府次女，本宫1天之内先封她为淑妃，再降她为才人，传出去怕是让人觉得本宫故意打压自己的妹妹。皇上竟觉得这样是对的。朕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甚至会认为本宫朝令夕改，毫无威信，这样难道就不会影响本宫名声？是朕考虑不周，舒儿别生气。本宫怎么能不生气？燕雪如此不知检点，不但跟野男人私通，肚子里竟然连野种都有了，不知那个贱男人到底是谁？叶荣轩表情一僵，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攥紧。孬种，他若喜欢燕雪，直接上门提亲不行吗？名正言顺把她娶回家，生10个8个也是他们的权利。可如今这样没名没分就有了野种，传出去定然身败名裂。燕雪下贱，那个男人也跟着下贱，果然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下贱东西。舒儿，你现在是皇后，说话别那么粗鲁。皇后怎么了？皇后不是人，没有7情6欲。朕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不是喜欢燕雪？这怎么可能？跪下！我让你跪下，没听见吗？舒儿，你敢不听我的话？别生气，我跪还不行吗？叶荣轩，你喜不喜欢燕雪？不喜欢，绝对不喜欢。我心里只有你一人，从始至终，这辈子都不会改变。那你为什么一直替他说话？舒儿明鉴，我没有替他说话，我是为你着想，不想让你贤惠圣明的名声有损。哦，是吗？既然如此，那燕雪就由你来处置。舒儿，你不愿意？不。哼，你就是喜欢燕雪，还不敢承认。说，燕雪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不是你的？叶荣轩被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懵了，还没来得及开口，燕叔就劈头盖脸的朝他脸上扇去。叶荣轩，你背叛我是不是？你喜欢燕雪是不是？你这个负心薄情的畜生！舒儿，你听我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对舒儿的一片心意苍天可绝，日月可表。舒儿，你相信我，求你一定相信我。你说的是真话？是，我对天发誓，我若有一句谎言，必遭天打雷劈。对天发誓，天打雷劈，我且信你一次。如果你敢背叛我，叶荣轩，我会杀了你。这个贱人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跟疯妇一样，难道以前的温柔贤惠是伪装？做了皇后就露出真面目？方才是我不好，荣轩，只要你不背叛我，我一定帮你坐稳地位，让满朝文武都听你的，罢了丞相的大权，夺了舅舅的兵符，
把他们一家全部赶出京城。舒儿，怎么，你不相信我？不是，他们可是你的外祖父和舅舅。切，那又如何？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皇上若想彻底掌权，就必须心狠手辣。叶荣轩看着脸上狠辣的表情，怒火一点点被浇灭了下去，对权势的渴望足以抵消到任何屈辱和不满。舒儿说的对，心狠手辣，你确实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连自己的夫君都下这么重的手啊！连外祖父和舅舅都可以对付，哪里像是贤惠善良之人，根本就是个恶毒的疯妇。不过我现在正需要你的歹毒，丞相由你去对付，大将军由你去对付，满朝文武都由你去对付。我博一个宽容贤明，等大权在握，朝中文武都以我为命是从，就是你被推出去谢罪天下的时候。叶荣轩想着那一天的到来，忽然觉得脸上的疼和被扇耳光的屈辱也不是不能忍受。晏殊目光从他脸上一掠而过，讥诮地扯了扯嘴角，有些疲惫地伸出双腿，给我捏捏腿。又是捏腿，这条腿生的倒是美，可因为长在这个毒妇身上，就让人忍不住想把它砍掉。来日若真要砍去她的腿，她会不会凄惨地跪在地上狼狈求饶？应该会的，这世间哪个女子不怕疼不怕死？叶荣轩想到来日那个场景，眼底划过一抹阴冷畅快之色，他一定要让晏殊也尝到各种痛快。被打耳光，被罚跪，被砍双腿，若不是太残忍，有损我的宽容之名，我还想剁掉他那双手，让他再也不能扇我耳光，剜出他的眼睛，看他还怎么用那双总是看透人心的眸子来看我。皇上在想什么开心的事情？想着洞房花烛夜，还是想左拥右抱，美人江山？没，我是看着舒儿的腿生的美，欣赏的忘了形。是吗？不过说到洞房花烛夜，舒儿，我们至今还没洞房，今晚朕来凤仪宫就寝。最近有些不方便。不方便？怎么了？癸水来了，皇上想浴血奋战。我不是这个意思。皇上不是刚封了几个妃子吗？皇上今晚去他们那走走吧。去哪？你心里想拉拢谁，就去谁的宫里。我觉得沈嘉欣不错，我们先把财政大权握在手里，这样以后想做什么，银子上至少没问题。不然一国之君连国库都做主不了，还谈什么亲政？想做什么，户部尚书一句国库没钱就给打发回来了。不过舒儿放心，我不会真的跟沈嘉欣有什么亲密，在朕心里，他们只是朕拉拢朝臣的棋子，永远无法跟舒儿相提并论。你要是真敢碰他，当心我废了你下半身。这句似假似真的警告，反而让叶荣轩心安了不少。我就喜欢你极度吃醋的样子，那朕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我保证管好自己的下半身。极度吃醋，你倒是想得美。皇后娘娘，平阳长公主求见。让她进来。平阳长公主叶红强，先帝最宠的一个妹妹，可惜皇族规定驸马不得入室，不得从军，所以平阳长公主纵然再得宠爱，也只是比别人活得更恣意富贵一些罢了。不过不用争权夺利，不必结党营私，不用担心心地猜忌。晏殊，你到底想干什么？长公主此言何意？你心知肚明，为什么把燕雪弄进宫？哼，她是你什么人？内定的儿媳吗？放肆！既然不是内定儿媳，你对她这么上心干什么？你是皇后，无权做主皇上的事情。切，替皇上打理后宫是我这个皇后职责所在，充盈后宫，为皇族开枝散叶，更是我这个皇后该做的事情。放屁！你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有你自己清楚。我打的什么主意？你把燕雪弄进宫，不就是为了报复她？你害你的母亲云氏，所以想把她的女儿弄进宫拿捏着。长公主，别上来就一副万事通的语气，本宫想做什么，谁也阻止不了。云氏不是我的母亲，而是逼死我母亲的凶手，这一点请长公主别弄错了。平阳长公主心头一悸，竟被她的气势压了一头。不过我可以满足长公主一些心愿，你那个儿子听说不喜欢读书，考取功名肯定是不行，练武倒是一把好手。你想把他弄去边关打仗，我告诉你，你休想。御林军还缺个副统领。你说什么？御林军副统领的位子应该不算委屈。你有这么好心？难道在长公主的心里，我就是一个恶毒之人？我对燕雪如何，那是因为他们先对我如何，我公平回报罢了。你有什么条件？没什么条件，本宫的大哥是御林军统领，本宫只是想让长公主站在我这条船上，只要长公主不与本宫作对，本宫可保中一安一生荣华。切！平阳长公主没料到晏殊居然如此直接，
张嘴就想嘲笑他胃口大、野心大、口气更大，然而话到嘴边却像是卡住了一样。公主府如今没人庇护，所有的荣华富贵皆靠先帝余荫，驸马不能入仕，儿子没有读书天赋，仕途上几乎没有任何指望。虽然如今过得还算风光，可手中没有实权，这样的风光又能维持多久？权力才是任何一个世家长盛不衰的底气。既然如此，那就多谢皇后提拔，本宫先告退。长公主慢走。他在家里被父亲厌恶，被继母打压。先帝知道后，提议他的舅舅把他带去边关，所有人都以为他真的去了边关，可事实上，他却是悄无声息地瞒过所有人，进了皇族最神秘强悍的玄隐殿。先皇安排玄隐殿最厉害的隐卫教他武功，5年间他什么都不用做，专心习武。从最初每日伤痕累累，到后来逐渐掌管玄隐殿，他是玄隐殿里最锋利的一把利器，也是执掌大局的王者。5年血雨腥风，出来之后领兵平叛，顺利挣下一份军功，被先皇封为安国郡主。在护国公府，我没体会过亲情，在玄隐殿抛弃七情六欲，感情是最无用的东西，会让人变得懦弱愚蠢。这一世我需要的是权力，论狠辣无情，论心机深沉，论手段城府，我不比那些薄情寡义的男人差。我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男人看看，这天下究竟谁说了算。容颜。一道黑影凭空出现在殿内，透着冷峻锐气，像是一柄未出鞘的上古宝剑。安排2个人，今晚盯着宝成殿和锦乐宫。是。把平阳长公主府嫡子钟义安的底查清楚。另外，锦王、武王、凤王那边也都盯好了。本宫不想出现超出掌控之外的变数。是，属下遵命。容隐恭敬应下，随即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眼前。殿内又恢复一片安静。前世得罪那么多人，替叶荣轩坐上帝位，登基之后凭着杀伐果断的作风替他肃清朝中污垢，让那些大臣心甘情愿俯首听令，最终却养了一只白眼狼。这一世我要徐徐图之，打3棒子给一颗甜枣，让叶荣轩好好尝尝被人玩弄于股掌的滋味。护国公府1日之内接到了2份旨意，1份圣旨，1份懿旨，50圣旨送到护国公府，说燕雪贤良淑德，聪慧贞洁，被封为淑妃，赐驻锦乐宫。事实上，林英尊皇后旨意你这份圣旨时，燕雪虽然验出不洁之身，但尚未被降位分。然而这份旨意刚送出宫，凤仪宫就传出了燕雪被降为才人的命令。于是傍晚时分，第2份旨意跟着就送达了护国公府。燕雪因为顶撞皇后，被降为才人。降为才人，不是封为淑妃吗？怎么会降为才人？你是不是传错了旨？没错的，这是皇后娘娘让咱家快马加鞭送来的旨意，请国公大人和夫人接旨。哼，接旨？我接个屁的旨！晏殊那个贱人就是故意派个人过来恶心我。既然那么不乐意让雪儿做淑妃，他干脆一开始就让她从才人做起好了。为什么要先封淑妃，再降位分，而且还一降奖了这么多？这是直接从1宫之主降到了5品才人。旨意咱家已经带到，就不多留了。等等，我有几句话想问问公公。国公大人想问什么，尽管开口，咱家知无不言。今日选秀，燕雪有没有犯错？不可饶恕的错。选秀时，咱家一直待在外面，不太清楚详细的情况。不太清楚，那他为何会顶撞皇后？皇后没说。选秀的时候，皇上在吗？给皇上选秀，皇上自然是在的。不过二姑娘有没有顶撞皇上，咱家也是不得而知。今天选了几人入宫，你既然负责传旨，这个总该知道吧？皇上选了户部尚书家的嫡女、吏部尚书家的嫡女、兵部侍郎家的嫡女，还有护国公您的次女。就这4位吗？对，就这4位。不知出了什么状况，选秀进行到一半就停了。多谢元宝公公。不敢当，咱家这就回去复旨了。护国公站在大门外，不发一语地看着元宝和随从翻身上马，很快疾驰而去。该死的晏殊，该死的小贱蹄子，他就是故意想羞辱我们。以后最好改改你那个口无遮拦的毛病。若是当着外人的面辱骂皇后，就算皇上不治你的罪，早晚也会惹来祸端。国公爷对此就没什么想说的。这个忘恩负义、手段狠毒的小贱蹄子，国公爷就任由他嚣张跋扈，欺负燕雪。难道我们以后就要任由他踩在头上？早知道会有今天，从小就应该把他沉塘溺毙生。下个月是我50大寿，作为护国公府嫡长女，她就算贵为皇后，也没理由不回来给她的父亲贺寿。国公爷的意思是，不管晏殊高不高兴回来，只要皇上来，她就一定会跟着回来。进了国公府，万事还能由着她。国公爷说的对，
到时宾客云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一定不敢跟你撕破脸，否则只会让人觉得他不孝。一个连自己的父亲都忤逆的女人，还有什么资格母仪天下？果然是国公爷，一出手就是致命七寸。你早些让人准备着，宾客名单需好好斟酌，把丞相、太傅、几位老亲王、凤王、景王、武王他们都请过来，还有帝都勋贵之家、宗室世子，能请的都请过来。我倒要看看一个不孝顺的皇后会不会惹众怒。国公爷放心，我一定办妥。晏殊，你无缘无故对付晏雪，父女不睦，姊妹不和，到时看你如何过得了国公府这一关。